让他看。哎，给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先生，还没下班呢。哦，好地方给你留着呢。行，谢了。那个窗户的对面就是林展翘的公司。何涵当时住在这里，可能跟这个也有点关系。所以我要你住进来，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，等到你睡到那张床上再也不会想起那个人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已经彻底取代何涵了。滴答为您接到尾号3118的乘客，请按导航行驶前去乘客约定地点。滴答提醒您，请勿疲劳驾驶，注意行车安全。是，您的车到了吗？就这辆。好，我送你上去。谢谢。你慢走。您好。这么巧啊？好。请系好安全带，咱们出发。你开专车经常在这酒店附近吗？啊，这附近我熟嘛，而且酒店门口那个服务员我也熟，他都会让我停到一个好位置。那你知道我来这儿干嘛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为什么呀？我想找个新的地方写小说。我那房价还挺不错的啊。确实挺不错的，也挺贵的。嗨，太贵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搬另一个酒店去，比那儿便宜又好的房间多的是。那你知道我要住那儿，会感觉不舒服吗？不会啊，干嘛不舒服啊？酒店房间，我住之前也有别人住，那我走了，你不来住也会有别人来住啊。我反而怕你会不舒服。你都说了，酒店房间而已，对吧？别人会说你的。恐怕最不舒服的人，应该是林展翘吧。他不会，他只会看不起你。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，那以后无论你面对林展翘还是何涵，都会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待遇、最多的尊重。前面马上到了，你让我停哪儿啊？前面右转靠边停就行了。但你要在楼下等我，不要终止计费，我晚点还要再出去。行。那你大概多久啊？我看我停哪儿合适？你靠边停就行了。正常计费，我出门再告诉你。明白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，3个项目各有所长。其年热门题材，读者群体稳定，在3个项目当中是最稳的。山鬼令是市场中稀缺的一类题材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尝试。当然，确实它吸引了一些读者的眼球，但毕竟小众还不是很稳定。我觉得再观察一下，再看看。最后，这个崔维军是公司重点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。这一本的成功会带动后续整个系列的发展。老板，这3个项目的编辑都在这儿呢。其实我们都担心公司会砍我们的推广预算。我现在就把我的打算开诚布公地跟大家说一下。我如果有这个本事，可以留下孤烟，让他继续在晨星。那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计划都照常推进。但如果他执意要走，我可以拿到一笔违约金。那我们接下来最需要做的就是拿这笔钱去助推一个头部项目出来。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，我一定会削减其他项目的预算，知道吗7年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选择。但是崔维军有影视公司在关注和跟进，他是有机会可以高价出售他的影视改编版权的。
山鬼令是我做的，我不是为自己的项目说话。但是在题材同质的市场趋势下呢，如果想要出奇制胜的话，老板，我觉得你应该帮山鬼令一把。但是崔维军如果能够顺利出售影视改编版权的话，他的版权金一样可以给别的项目用啊。但崔维军刚起步，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推广。7年已经连载过半，作者劲头正盛。如果优先推广7年，可以更快的得到回报。7年的市场同类作品太多了，但它的内容不具备成为头部的实力吧？停这儿就行。我不否认它能成为1线作品啊，但它的内容不具备成为头部的实力啊，算下来得不偿失。我觉得还是崔维军喂，不是各位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看。我现在有时间，你现在过来吧。我马上过来。跟前期的说是崔维军有未来的发展空间啊，太冒险。崔维军也好，山鬼令也好，看到市场。我先去一趟姑爷那边，你们等我回来。姑爷有计划。现在有戏。行啊你，王海，没想到我和二舅结婚，你整这个。我想着你现在有钱了，会送我们一个大红包，会送我们一些黄金珠宝。我甚至还想过你会给二舅买一台车，没想到你亲自找人给我们网吧做翻修。这是赵兰献给你的？对啊，他说你还想保密来着，但是他说既然这网吧是我和二舅使用，那么还提前给我们看一下，在图纸敲定之前，看看有什么不喜欢的，可以提前改一改。还是他想的周到。他说你还为我们未来做了一系列的计划，什么连锁的电竞酒店啊，还有未来组一支自己的电竞队。谢谢你，王海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和我说呀？他说你一直在为我们做打算和计划。我确实要感谢赵兰溪，我是有这个心愿，是他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。看看。哎，喂，何安老师，我说的是顾烟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我聊几句呗。我已经快要爆炸了。非常有空，而且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你说是顾烟了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老板，那叫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，一点面子都不带给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吗？因为我的老板去求顾烟，让他不要离开陈星了。求他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刚说什么？你接着说。
这么快就来了？跟你通了电话，我就过来了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收回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。我希望你可以考虑，在你和鼎期网，还有和赵兰心合作的同时，可以再继续和我诚心继续合作。我恐怕要跟赵兰心商量一下。我们还没有解约，你也还没有签给赵兰心，所以你做的任何决定，是不需要和赵兰心去商量的。但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，就在今天，刚才，他还在为我做安排，他甚至考虑到了我对三妹和二舅的愧疚。好，我承认赵兰心对你很好，所以你愿意跟他合作。我接受了。我说了，我今天来是希望你可以看在我发掘你出来的份上，看在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容易一起获得了成功的份上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诚心再继续多合作1、2年。他对陈星还有责任，他一定会再来的。求你。林展翘，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？这一段话你是不是准备了很久？这些赵兰心都猜到了。我还准备了更多。如果我是个男人，我这会儿应该一杯一杯酒的来敬你，直到你答应我为止。可惜我不是，所以我只能用说的。但其实我也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以说了。翻来覆去，就是想请你来帮我一个忙。帮陈星度过这个难关。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一定会还你。确实不太习惯这样的林展翘，我没法答应，因为我已经答应赵兰心了。你刚才说的话，赵兰心也听到了。如果她同意，我可以谈。什么意思啊？
凭什么这么做啊？你怎样对我都可以接受，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么龌龊的事情啊？我回来的时候在跟他通话，他让我别挂电话，他怕我看到你会心软。林展翘，但赵兰心他错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无耻、很卑鄙？赵兰心还说了，如果你在我面前哭了，我可以答应。我不会，你不知。林展翘呢？你怎么还没走？废话，你不结束那一单我怎么走啊？我问你，林展翘呢？走了。你不是想知道林展翘找我来干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来求我，想不到是吧？他让你帮忙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没有他，你现在屁都不是啊！他现在有困难，他为什么不去找你？如果他求你帮忙，你一定会帮的是吧？但他宁可过来找我，我不答应，他还是会来找我。你现在知道你有多不值钱了吧？你跟林展翘一样，你们俩都是一文不值。顾烟那边我没有谈好，对不起啊。你现在马上想一想，那3个项目里面，我们打算推哪个？喂，对，我是。哎，怎么样啊你？我没事啊。你说你打他干嘛呀？这种人不该打吗？问题是你打了他也没用啊。有用啊，解气啊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这种做法是要挨揍，给他增加一点是非观。但你现在进入派出所了，以后专车还能开吗？不知道啊，你看平台怎么定义这事儿？可能不行吧。那以后怎么办啊？这个平台不行，总有别的平台，有办法的。我帮你开呗。不用了，我没事啊。啊。
果实在车不能开的话，就回来写小说呗。嘿，不用担心我，你担心你自己吧。你后面打算怎么办呀？正在搏一个没有上线的项目，如果搏中了，那我就有资格去问投资公司要钱。但如果没有搏中的话，那算了，陈星就没了。顾燕不是还要赔你违约金吗？但是现在双方的律师正在举证，还要打官司。等到真的结果下来，赔偿拿到手的话，起码也得等个1年半载的吧。那客观来说，你那个新项目条件怎么样？矮子力拔将军，不是，你有多少把握能做出来吗？7成、3成？富贵险中求。哎，那新小说叫什么名字啊？女频神话复苏小说，你不会感兴趣的。顾燕要是再找你麻烦，你给我打电话啊。他不会的，走了。时至今日，陈星的停业已经无可挽回。我想我是个好编辑，有秩序，有计划，够勤奋，够顽强。但这一切品质，没有能让我成为一个好老板。不懂妥协，不愿退让，我的骄傲和强硬，让我和陈星在障碍面前被撞得粉碎。郑珠，你们公司要力推的那个新小说叫什么？不呀。第一是欢迎致辞及公司的介绍，第二是培训计划及概述。到公司了吗？哎，我在开会啊，沟通一下人事上的细节。你呢？杭州热吗？我还好，没有在外面走。我刚刚见完作者回到酒店。新的员工情况，你让人事发一份邮件给我，我了解一下。哦，是服务员来送早饭的。明天我中午的航班回上海，明天见。妈，你跟林一凯说你不在上海啊？我说我去广州出差3天，见作者。给你带来吃的，谢谢。你干嘛不告诉他你做手术了？他不想要孩子，他以为我一直在吃避孕药，所以不会怀孕。
你这3天就住在这里啊？我在这里的事情只告诉了你一个人。林展翘说在医院看到你了，但他应该不知道我去那里干什么。你没有告诉他吧？没有。这2天也没见到他，何况这是你的私事。谢谢。他现在应该最记恨的人就是我了，但是他应该知道，任何行业想要一路爬到顶尖，都会不断遇到对手的。我们只是刚好都被命运抽到了对手的位置，而且奖杯只有一个。奖杯重要，命也一样重要。医生都说了，卧床3天，1个月之内不要剧烈运动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像你们，我皮实得很。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去医院，你叫上我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下次去医院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怀孕孕检的时候了。林凯不是不要孩子吗？我要。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。我生的时候，祖父已经60多岁了。我长到4、5岁，祖父就快70了。我家有一个大花园，这花园里的蜂子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，样样都有。蝴蝶有白蝴蝶、黄蝴蝶，这种蝴蝶极小，不太好看。好看的是大红蝴蝶，满身带着金粉。蜻蜓是金的，蚂蚱是绿的，蜂子。你这么早来啦？妈，想先来看看你，再去一趟公司。爸和阿姨呢？阿姨在菜市场呢。哦。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书了？我哪会看书啊？是你爸带来的。他念书给我听，读着读着，就跟说书先生一样，给我解释一段。这一读就是1个下午。你要是爱听，你就让他读呗。我哪爱听这个？不过昨天他读的那段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我就偷偷录了下来。今天再听一下。他要不坐在我身边读书，那我们2个能聊什么呀？没啥聊的，所以还不如就读读书。他现在去哪儿了？我放他假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晚上回来吃饭。这可不像你啊，妈。你让他一直坐在我身边，你想他有多难受？我想着他难受，我觉得我也难受啊。等你好了之后，你俩就可以一块儿出去玩了。我会不会好？我不知道。但是，你想，他如果要出去玩，带着我，那他宁可哪儿都不去。那我肯定是知道的。他这个人这一辈子呀，跟谁都不能一块儿出去玩。如果勉强要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。你小时候，他带你去动物园，去苏州，去杭州。要不要吃药啊？没事儿。你帮我这里按一下。好。这儿吗？这儿，这儿。他在西郊宾馆。
我没问，他自己发过来的。我放他出去，他就拍照片给我汇报。我觉得就像是他对我给他自由的一种回报吧。我一直在想，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你的这个距离是很近的，而我爸的这个距离是很远的。这东西跟人的体重、身高一样，有个明确的数字。如果有，倒是简单了。要结婚，就拿出来像八字那样合一合，不合就不结婚。做朋友挺好。祖母又喜欢养羊，羊就把果树给啃了，果树于是都死了。到我有记忆的时候，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，一棵李子树，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。山鬼恋。何涵老师，你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呀？你要什么时候有空，咱们见一下。行，随时。谁呀？何涵老师，你是有超能力吗？我这不是不好意思直接敲门，就说我想来见见你嘛，所以先微信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有空。你说随时的。进来吧。干嘛？听说你把顾言打了一顿，太为我们解气了，我早就想打他了。打这样你就别学了吧。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板告诉你的？哦，不是，我们书粉群有认识派出所的人，听说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那山鬼恋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看吧。作者是什么人啊？哦，那个作者，他叫钱娥叶，是一个新人作者，没日没夜写东西，可努力了。但是没你写的好。林总，大家知道公司主推山鬼令多少有点情绪。脑白金一直是主张把崔培军这个系列做起来，做成品牌的。脑白金那边我需要跟他再聊一下，我有可能会跟他成立联合工作室。陈鑫可以拿崔伟军的项目版权价值来作为投资。那咱们这儿其他项目呢？我打算再观察他一段日子，其他项目暂时不需要他来做深入的接触。所以你是怀疑脑白金泄露了我们的消息？赵兰心和林一凯的公司下面有2个编辑，以前都是脑白金的手下。非常时期，有备无患。明白了。你有多久没拿笔写字了？有段时间了。哎，我发现，写字跟开车还不一样。你开车你10年不开，一上车你就会了。写字10天不写，好像就不太灵光了。何涵老师，如果我想写小说，
你可以教我吗？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呀？就是之前我是你的书粉嘛，追星才来的这个行业，那时候还可以看你写的小说，帮老板跑跑腿的机会，跟你见见面。但是现在你不写了吗？你也不来找老板了。哎呦，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我有多无聊。其实我早就想来找你了，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找你。不是你真想清楚了吗？网文作者起步有多辛苦，你不会不知道啊？全国2000多万个网文作者，我们大家会知道的也就不到100个。如果你答应做我的老师，我可以慢慢学。我不行，我又不是个好老师。你要学的话，你就找你老板来教你。好的编辑就是好的老师。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名或者一定要赚钱啊。我爸根本不指着我赚钱。我写了你就给我点评价，我要写的实在太差，你骂我一顿也行。我不是说我老板不好的意思啊。我就是希望，常常还能见到你。写小说的人啊，只能常常见自己，还有小说里的角色。那你会偶尔想要见一下我老板，不是吗？这偶尔有时候。那你有时候会想见我一下吗？不会。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啊，对吧？除了你老板阿良叔，偶尔想去看看他，还有戴珊，我也很好奇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我觉得也不用天天见面、天天联系吧。你在路上碰到了，大家聊聊天挺开心的。我们俩在路上碰到了，我也会很开心啊，我也会很乐意听你分享的。对，确实。我知道了。我先走了，先回公司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何安老师，你都是我特别想要见，每天都想要见面、想要说话的人。我一直在想，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天空和海颠倒，如果忧郁
脸上飞鸟。如果当初我们不曾动摇，就不会失散在拥挤人潮。我们在13月遇到，在第5期拥抱，彻底终归于好。就任由汹涌的爱意席卷而来，永不退潮。被一场大雨淋湿了也好，被匆匆岁月埋没了更好，至少还能和你留下这一张永恒的合照。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，一直想。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跟我刮目相看。我们在错位的轨道，变换方向奔跑，一路拼命寻找。年少时炽热的心跳，何曾被遗失的美好？这一次别再把彼此丢掉，失去过才懂什么最重要。就在另一条时空里，陪彼此走向衰老。可是天空无法和海颠倒，可是有